老人只是说了一声雷电，下一刻原本晴朗的天空顿时乌云密布，雷电交加。接着他又说大雨，原本干旱的沙漠顿时下起了倾盆大雨。看到这一幕，方宇惊呆了。草，瞬间荒芜的土地上长满了野草，生机盎然。老者见状顿时大惊，直接将方宇带回宗门。此子说话暗含大道，沟通天地，此等天赋绝对是大地之资，快，宗门资源尽数投喂。事实证明宗主是对的，别人修炼3个月、3年都未必能引气入体，方宇只用了3眨眼时间就成功，而后更是一天升一级。是的，你们没看错，就是每一天提升一个层次。9天后直接炼期10层大圆满。老夫的眼光果然不错，这就是要成仙的节奏。宗主谦虚了不是？要我看，不出半年就能飞升成仙。快，压箱底的资源全拿出来！少年更是不负众望，第2天就突破了炼气11层。炼气不是只有10层吗？这怎么就到了11层了？天才吗？总是有些与众不同。说不定炼气期就是11层，人家修炼的才是对的。对，秃驴说的对，难怪我们成不了仙。快，继续给我投喂！就这样，方宇用了短300年就成功修炼到了炼气2222层，干光了宗门资源不说，还把天道宗所有人都干懵逼了。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此子根本就是一个废物？依老大看，的确有这种可能。也就是说，我耗光了这足以雄霸天下的资源，竟然培养出了一个炼气期的废物。宗主明鉴，此子的确是一个十足的废物。那一刻，宗主万念俱灰，一气之下当场嗝屁。天道宗也因为耗光了所有资源，长老弟子纷纷离去，逐渐从一个顶级宗门没落下来。炼气期本来也就撑死不到100岁，可方宇愣是活了10万多年还没死，更是将炼气期直接修炼到了9832层。他不但熬塌了宗门，熬死了上千徒弟，就连圣山都在一天天的变矮，最后变成了一个小山洞。如今的地球灵气越来越稀薄，即便我能突破境界，注定也无法飞升成仙。哼，我可以不渡劫成仙，但是我必须突破炼气期。师傅，我走了，祝你早日突破炼气期。终于，方宇熬死了自己最后一位徒弟。小夏，我真羡慕你啊，才活了81年就可以安然去世。哎，我就惨了，不知道还要活多少年才是个头。请问下药神在吗？下药神您好，我叫唐风，来自江南唐家，想请您给我。你们来晚了，夏修之刚去世不久。怎么会？怎么会这么巧？我们才刚找到。你是药神的徒弟吧？你肯定也传承了药神的医术。你给我爷爷治病吧，只要能治好，无论多少钱，我们都愿意付。我不是他徒弟，我只是他一个老朋友罢了。爷爷，那你的病……天意如此，命数已到，没必要再挣扎了。你已经活了73年了，应该活够了吧？为什么还想活下去？你个王八蛋，你什么意思？哥，不准动手！小兄弟，我们失礼了。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方宇。刚才小兄弟，你问我为什么还想活下去，我可以回答一下。因为我还想继续陪伴家人，我想看着孙子孙女们长大，看着他们成家立业，看着他们生下后代。人不都是这样的吗？一代接一代的守望。爷爷，家人嘛，对我来说那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。你是肺癌晚期吧？还有3个月不到的寿命，好好享受人生最后一段时光吧。他怎么一眼就看出爷爷得了肺癌，而且还跟那些医生说的一样，爷爷只剩下3个月不到的寿命。他果然是药神的徒弟。方先生绝对是药神的徒弟，求求你给我爷爷治病吧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你们立即离开这里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医者仁心，你怎么能见死不救？凤儿，快回来！爷爷，小兄弟说的没错，生死有命，我们走吧。爷爷，我总感觉这个方宇有点眼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们这是第一次来到西北地区。可是我真的感觉有点眼熟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在学校见过他。其实唐小柔并没有认错，几千年以来，方宇上过很多次学，没有办法，既然要活下去，他就得像个正常人一样活着。已经尝试过无数职业的方宇，还是觉得上学最有趣、最轻松。听说隔壁重点班的校花唐小柔转进我们班，是真的吗？是啊，班长在办公室偷听到唐小柔跟我们班主任说话，内容就是他要求转入我们班。什么情况？这可是女神啊！她为什么想转入我们班？难道她看上了我们这里哪位男生？方宇，唐小柔要转来我们班，你怎么一点也不激动？我都不知道她是谁，为什么要激动？唐小柔你都没听说过吗？她可是江南唐家的千金，家世显赫就不用说了，关键是还长着一张天使般漂亮的面孔，是我们江海中学当之无愧的校花，女神级别的人物。江南唐家好像在哪里听过。从今天开始，唐小柔同学就会转入我们2班，跟我们2班的同学一起学习，让我们热烈欢迎唐小柔同学。居然是她，麻烦来了。方宇，你果然在这里。老师，我要跟他同桌。东林哥，唐家大小姐好像是冲你来的。何东林也有点摸不着头脑。高一的时候，他曾追求唐小柔，结果连话都还没说上，就被唐家派来的人警告了。
从那时起，何东林就知道唐小柔不是他能够招惹的存在。可如今已经高3快要毕业了，怎么唐小柔反而找上门来了？难道唐小柔已经暗恋我很久了？哎，又一朵鲜花要被何东林糟蹋了。我要像何东林一样有钱又帅就好了。唐小柔是我女神啊，她怎么可以喜欢上别人？唐小柔同学想跟何东林同学同桌吗？老师，我想做方宇同桌。咦，他不是要跟我同桌吗？怎么回事？唐小柔居然要跟没什么存在感的方宇同桌，而不是班草何东林。同学，你愿意把这个位置让给我吗？我可不想跟你同桌。这个方宇以唐小柔的身份，即便校长在他面前也得态度恭敬。现在他一个小小的要求，方宇怎能拒绝？方宇同学，你态度端正一点。唐小柔同学刚刚加入我们班集体，你怎么能这样对他说话？你和刘栋经常在课堂上交头接耳，我早就想把你们2个分开，正好就让唐小柔同学跟你同桌。刘栋搬到第2组最后面一个，现在就搬。男人一身修为堪比元婴期大佬，却还要到学校里上学。面对校花的投怀送抱，他一脚就把校花踹飞。女人都是红粉骷髅，休要扰乱我的向导之心。求你了，你是药神的徒弟，你肯定能救我爷爷。我说过了，我不是药神的徒弟，我是他的朋友。你别骗我了，你一眼就能看出我爷爷是肺癌晚期，只剩3个月不到的寿命，除了药神的徒弟以外，还有谁能做到？那又如何？看得出不代表什么。癌症晚期，全世界应该没人能够治好吧？我也不求你治好，我只希望你能延长我爷爷的寿命，让他多活几年。求求你了，我们真的没别的办法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世界上这么多人遭遇不幸，方宇没办法救所有人，更没有义务救所有人。方宇只想平平淡淡的活着，希望有一天能突破炼气期。他不是英雄，也不想做英雄。你一定有的，求求你了。我喜欢安静，请离我远一点。唐小柔吃瘪，突然他灵机一动，不喜欢麻烦，我偏要给你制造麻烦。方宇，我们一起去吃午饭吧。他想搞什么？感觉不妙啊。算了，你昨晚太劳累了，继续睡吧，待会我给你带饭回来。这句话信息量太大了，昨晚太劳累是什么意思？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唐小柔脸上的羞涩和红晕又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唐小柔已经被方宇给……看来唐小柔是诚心要给我制造麻烦了。不过要是连一个10几岁女孩的小把戏都应付不来，那我就白活5000年了。胖子走，一起去饭堂吃饭吧。好的，等一下，方宇。这时暗恋唐小柔的何东林突然开口，我想跟你商量点事，出去走廊谈谈。麻烦这么快就来了？什么事？呵呵，出去再说吧，在这里说影响不太好。方宇，你到底认不认识唐小柔？之前见过一面，但不算认识。不认识？那为什么唐小柔会转班过来，还要求跟你同桌？因为她有求于我。唐小柔有求于你，你在搞笑吧？千金之女会有求于你这个混吃等死的穷小子？方玉如实告诉我，唐小柔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你手里？没有，真没有。呵呵，别和我耍花样，警告你离唐小柔远点，她不是你这种垃圾可以觊觎的。你可以走了。东林哥，这样就放他走吗？我觉得他是肯定有唐小柔的把柄啊，要是能问出来，你也能让唐小柔对你嘿嘿嘿。很快午休结束，唐小柔依旧在那里叽叽喳喳没完，方宇爱答不语。可看在何东林眼里，却是赤裸裸的羞辱。凭什么他得不到女神的青睐？一整个下午，前排的何东林数次回过头，用威胁的目光提醒方宇：方宇，明天见，之后的日子我一定会好好帮助你复习的。让人误会的话再次出口，何东林气得咬牙切齿。方宇，你忘了我对你说的话了吗？离唐小柔远点。他一个废物也敢不把我和东林放在眼里。东林哥，要不要？要，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了。方宇的家所在的城中村旁有一个菜园，他跟往常一样来到自己的菜园，给青菜浇水。忽然听到有人在喊救命！救命！季如梅，杨小姐要你死，今天谁也救不了你。你是谁？我就是个路人，放心吧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没听见。我们刚才所说的话，绝对不能被泄露出去。在这种荒郊野岭，杀一个也是杀，杀两个也是杀。小姐要怪，就怪你自己运气不好吧。为什么非要惹我？我就想打点水，回去给菜园浇水罢了。你看到了吗？刚才他徒手接住了子弹。看到了，我还看到他原地消失了，所以这一定是幻觉，不用慌。那他现在在哪里？你不动我，我不动你，你若动我，我必杀你。这男人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是地球人吗？他怎么跟他如此相似？难道是他的后代？杨小姐，任务失败了，季如梅已被送往医院，那里会有很多人在医院进行保护，短时间内恐怕没有机会。我只需要知道任务失败的原因，其他的不必多说。原因我们还在调查，现场来看是有人救了他。我给你们3天的时间，把救下姬如梅的人找到。不管你是什么人，胆坏我杨阴竹的计划，掘地3尺，我也要把你揪出来。第二天早上，方宇刚进教室门口，就看到教室后方空旷处倒着一张桌子，还有满地散落的书本，而方宇原本的座位上只剩下一张椅子。班里的同学看向方宇的目光大多充满戏谑和讥讽。
少部分则是同情。是谁干的？请问是谁干的？哎，看你这么可怜，告诉你吧，是何东林一帮人干的。蒋月在唐小柔转班之前，算是2班的班花，也是何东林的前女友之一。哦，是他干的呀。是他干的，你能怎样？难道你还敢揍他一顿不成？待会儿他来了，你还不是屁都不敢放，一大早在这里装什么呢？看到就烦。我没得罪过你吧？你为何要这么说我呢？呵呵，我就看你不爽，怎么样？我就喜欢骂你，又怎么样？自昨天唐小柔转入2班后，将男生的目光都给吸引走了。方宇作为唐小柔的同桌，自然也让蒋月极其看不顺眼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活该被何东林教育。方宇，我帮你把桌子搬回来吧。不用，等何东林来了，我会让他搬回来。方宇还是忍一忍吧，何东林我们惹不起。还想让何东林给你搬回来？方宇以前还以为你只是内向不喜欢说话，现在才知道原来你是个傻子。待会何东林来了，你就知道错了。话音刚落，何东林和他的几位跟班一同走进了教室。方宇，你的桌子怎么不见了？为什么身体不由自主感到一丝惊惧？有人说是你把桌子扔到后面的。是我做的，那又怎样？昨天我已经很给你面子，但你却不给我面子，我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你真当我何东林是吃素的？把我桌子搬回来，把地上的书本整理好，放上去，我可以不再追究。不再追究？这方宇以为他是谁呢？他以为他面对的是谁呢？哈哈哈，方宇，我发现你还挺可爱的吗？东林哥，我忍不住了，我真的想揍这小子解解气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我让你把我桌子搬回原位，并且把地上的书……你还真敢说，还敢还手？你们先动手的！实力堪比元婴期修士的大佬，竟然遭遇到了校园霸凌，桌子被人掀了不说，还要遭受侮辱，这让元婴期大佬怎么忍？把我桌子搬回原位！方宇，你要敢对老子动手，我要你后悔！把我桌子搬回原位！方宇，你个小可爱，你给我等着！我重复最后一次，把我桌子搬回原位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们是想翻天了不成？方宇，你竟敢殴打同班同学，还不移开你的脚？是他们先动手的，我的桌子和书也是他们扔到后面的呢。他们先动手又怎样？你打人伤人就是不对，立即移开你的脚！何东林的父亲何文成是本地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，脾气火爆，手下还有一大帮为他卖命的兄弟。这件事要是处理不好，不止方宇遭殃，连我都要被迁怒。好吧，这一脚过后，我跟他扯平了。你，黄海指着一脸淡然的方宇，气的话都说不出来。他没想到2年多以来，一直安安分分的方宇会在高3毕业之前给他闯这么大的祸。赶紧把何东林和胡涛抬去医务室，跟我来办公室。我靠，方宇也太猛了吧，把何东林打成那个惨样。我以前还以为方宇是个内向到连话都不敢多说几句的人，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凶残。呵呵，你们居然觉得方宇很牛逼，其实他就是个小可爱。快毕业了，还敢殴打同班同学，最轻的惩罚都是开除，说不定还要进入档案，以后都不能参加高考。另外，何东林的父母一定不会放过方宇。我跟何东林的爸爸见过几次面，他在我们当地很有势力，手下有一群小弟。方宇今天走出校门后，能不能保住小命都难说。总结一下吧，今天过后，方宇这辈子算是毁了，无法参加高考，还要被何东林家里人报复，不死也要残。方宇，你这件事我处理不了，我要直接上报到教导处，让他们来处理你，自求多福吧。方宇来学校本身就是为了混日子，随时可以离开，处分什么的对他来说毫无意义。何东林的挑衅倒是让长时间以来深感无聊的他感到了久违的乐趣。咦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随后胖子刘栋把之前发生的事全部告诉了唐小柔。方宇他直接把别人的手骨踩碎了。是的，我们都听到了骨头碎裂的声音，现在回想起来都还起鸡皮疙瘩呢。这可是个好机会，可以以此要挟方宇给爷爷治病的好机会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想办法让方宇不被开除的。那就太好了。方宇，我们已经通知了韩东林的父亲，他正在火速赶来。在此之前，我想知道你为何要殴打何东林同学。我说过了，是他先动手的。他把我书桌扔到教室后面，我让他搬回原位，他不肯，并且还对我动手。他先动手，那为什么现在受伤的人是他，而你毫发无伤？很简单，因为我比他能打呀。放屁，你打了人，还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你像个学生吗？像个青少年吗？我要把你家属叫来，看看他们是怎么教你做人的。我没有家属，不必打电话。没有家属？潘主任，方宇的确没有家属，他的档案上标明他是个孤儿，被一个老人抚养长大，而那位老人在他初中的时候就去世了。原来是个孤儿，孤儿都更不应该这么做。你对得起养育你长大的老人家吗？方宇档案上的内容自然全是假的，什么老人家根本不存在，而且方宇可不想听一个比自己年轻几千岁的人的训导。潘主任，你就直接宣布对我的处分决定吧，我没时间听你废话。你，方宇，要是你态度好点，我还可以帮你求情，但你的态度让我很失望，如此，你就自己承担所有后果吧。谁是方宇？请问您是韩东林同学的家长吗？
我是大彪，我大哥去医务室看东林了，他要我过来把那个叫方宇的逼崽子抓过去。你就是方宇吗？大彪先生，这里毕竟是学校，希望你不要在这里做出违法违纪的行为。这万一把我大哥的宝贝儿子打了，我不把他手脚打断，咋对得起我大哥？还想抵抗？如果不想跟何东林一样躺进医务室的话，你最好停手。我道上混了10几年了，什么时候被人这样威胁过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除了我大哥以外，从来没有人能轻易接下我这一拳。我是可以把你打趴的人，你们应该都看到了，是他先对我动手了，我是正当防卫。我面对何东林的时候，也是像刚才这样的情况。这是韩校长啊！对，方宇他现在都在我这里，可是韩东林家长那边……好，我明白了，方宇你可以回教室了，剩下的事情我们校方会帮你处理。韩主任，这是方宇同学，之前我们的做法也是按照校规校纪处理，希望你能理解我们的难处。没事，我走了。韩主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韩校长刚才打电话来说，有人保校方宇。是谁？校董会唐家。欺人太甚，教导主任在哪里？我儿子和大彪被方宇那小子打骨折了，听说你们完全不处置方宇，让他回去上课呢。你是欺负我和家务人吗？经过我们校方的调查，是令郎先对方宇动手的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有人出手保下了那个叫方宇的。先生，还请你理解我们的工作。不管怎样，我一定要让那个叫方宇的付出代价，否则我和文成也不用在江海市混了。在学校我不能动他，但只要他住到校外，你们就管不了他的事了吧？校外发生的事只能算是意外，他很快就会消失。你是不是以为我会感谢你？你当然应该感谢我，否则就打人这件事，你就要被开除。那你觉得我为什么会打人呢？我怎么知道？如果你不转班过来，要求跟我同桌，我就不会引起其他人的注意，不会被何东林所嫉恨，也就不会被他挑衅，更不会被逼得出手打他。而且你对我造成的损失是永久性的。现在我在这个班已经彻底出名，就算不被开除以后麻烦也不会少。所以我请求你不要与我同桌，离开这个班。我说过了，真的很讨厌麻烦。从小到大，作为唐家千金的唐小柔，都是众星捧月的小疯，哪里被人这么嫌弃过？唐小柔感到很委屈。如果不是为了给爷爷治病，谁要跟你这种混蛋同桌？想让我离开这个班也可以，只要你答应给我爷爷治病，我立马走，而且我还会给你很多的报酬。为了避免日后更多的麻烦，方宇只好应道：成交。我们现在就走吧。不急，我不想逃课。你就算上课也是趴在桌子上睡觉，逃课又怎么了？再说我们可以请假。没错，我就是有点困，所以先让我休息一下吧。整个上午，方宇就像个没事人一般趴在桌上睡觉。班里不少学生还想着何东林的老爸会找上门来，但4节课过去，一点声息也没有，就连黄海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也没提起。早上那件事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。于是班里的学生看向方宇的眼神都变得不一样。能与唐家的千金公主同桌，同时又能报答何东林而不受惩罚。以前我以为方宇是个内向孤僻的，可现在一看，方宇之所以少说话，一定是不屑于跟我们交流。您可别忘了上午答应我的事。把手放开，不要让别人误会。这个混蛋，只不过抓一下他的手臂，就好像被占便宜了一样，真不是个爷们。哈哈，小子你总算出来了，让爷爷我好等。兄弟们上！别怕，我会让四叔把这些人赶走。他能行吗？看起来弱弱的。四叔是五爷爷当年收留的一个义子，名字叫唐四，现在负责保护我的人身安全。此人也是修炼者，境界在炼气7、8层。四叔放到他们，小姐包在我身上。听你这么说，你这四叔应该挺能打的吧？当然，我四叔可是武者协会认证的先天8段武者。哦，这个先天武者还分段？对啊，先天武者分为12段，8段往上就是佼佼者了。12段往上就是那些很厉害的武道宗师了。我小时候曾经跟名震江南的古宗师握过手呢。也就是说，武者相当于炼气期，1段相当于1层，而武道宗师应该就是炼气期之后的筑基期了。那我现在岂不就是先天9832段武者？听起来还挺牛的。小姐，这位是？这位就是我们上次去西北见到的药神徒弟，他叫方宇，现在也是我的同班同学。很快就不是了。哦，你就是药神下修之的徒弟。就这么一个平凡的中学生，会是药神的徒弟？小姐年纪还小，天真烂漫，该不会被骗了吧？我可以吸取任何人的疾病，也能将疾病送给任何人。然而这惊世骇俗的能力，却因缺少一张小小的行医资格证，让我每次施展医术时，总被那些无知的病人家属像对待犯罪分子一样严刑审问。什么狗屁神医？我看你就是个骗子！大伯母，他不是骗子，他是药神下修之的徒弟方宇。你确定你是药神的徒弟？欺骗我们唐家，后果你可承受不了。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承认撒谎了，我可以不追究。伯母，方宇是我请回来给爷爷治病的。治病？就他一个中学生？哈哈，小柔，你还是太单纯了。我保证这小子来路不明，
根本不是什么药神的徒弟，他就是别有企图，想要接近你，从我们唐家获取好处罢了。我好像一早就说过我不是药神的徒弟吧？其实严格来说，夏修之是我徒弟。听到这句话，在场的人都是面露古怪，包括一旁的佣人，包括跟在身后的唐四。飞檐是不是被揭穿后失陷疯了？药神是他徒弟？不过说其他的，药神几岁？他几岁？他还远远没出生之前，药神就已经享誉华夏了吧？这时，一名穿着西装、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从后屋走出，一派胡言。小柔，上次你和风儿回来跟我说见到药神的徒弟，我还抱着希望，以为老爷子还有救，可没想你找的竟是这么一个疯子。爸爸，唐明德脸色阴沉，看着方宇，说吧，是谁派你接近我们唐家的？如实说出来，我们还可以放你一马，否则你别想轻易脱身。唐小柔眼泪在美眸里打转，她带方宇回来只是为了给唐老爷子治病，从没想过事情会发展成这样。见方宇不说话，唐明德给站在方宇身后的唐四一个眼神，唐四立即走上前，四叔，不要！唐小柔见唐四想要对方宇动手，脸色大变。唐四可是先天8段武者，他一出手，方宇必然要受重伤。小子，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说实话，到底是谁派你来的？目的是什么？作为顶级豪门，唐家的敌人实在太多了，无论是在明面上还是在暗处，对于唐明德来说，这些敌人能揪出一个是一个，宁杀错不放过。我说了实话，你们又不信，我有啥办法？方宇这副无所畏惧的模样，彻底激怒了唐明德。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。唐四伸手抓向方宇，住手！爷爷！见到被佣人推着轮椅出现在2楼楼梯口的唐老爷子，激动地喊道：“我愿意让方宇小兄弟给我治病。”唐明德听后脸色一变，急声道：“爸，治病这种东西怎么能乱来？不说这小子是不是别有用心，光是他这个年龄就不可能是一名医生啊！”唐先生说的没错，唐老爷，虽然你已是肺癌晚期，但绝不能胡乱相信一些不三不四的人。你这样相当于放弃生存的希望。只要你依照我给你制定的化疗计划，放宽身心，你的寿命是可以延长的。站在唐老爷身旁的是唐明德从京城请来的肺癌专家陈景星。爸，陈医生是专业的，他的话你总得听听吧。唐老爷子摇了摇头，他再专业，也就只能让我多活不到3个月罢了。我亲眼见识过方宇小兄弟的本事，我愿意相信他。你们不要再阻拦。唐明德还想说话，但是看到唐老爷子坚决的眼神，他就把话吞进了肚里。老爷子的身体情况已经很差，万不能再惹他生气。爸，我同意让方宇给你看看，但是我们和陈医生一定要在场，这是我最后的底线。方宇小兄弟，这样你同意吗？没问题，这么快怎么来吧？他这副懒洋洋的姿态，让唐明德等人感到非常不悦，就连唐小柔心中都产生了怀疑。这方宇看起来也太不靠谱了。几分钟后，方宇来到2楼唐老爷子的书房，方宇拿了一张凳子，坐在唐老爷子的身前，唐明德几人则是站在一旁，不到5米外的距离。而且除了唐四，唐明德还换了2名保镖上来，以防方宇的突然发难。方宇抓起唐老爷子的右手腕，给他把脉。看到这一幕，一旁的陈景星面露轻蔑。唐老爷子患的是肺癌，把脉有什么用？可惜陈景星看到的只是表象，实际上在把脉的过程中，方宇已将真气输入到唐老爷子的脉搏当中，并让真气在唐老爷子体内流转1周，从而探知唐老爷子的身体状况。按理说，真气外放只有筑基期往上的境界才能做到，但方宇早在炼气期100层的时候就能够做到真气外放了。1分钟后，方宇将手收了回来。情况不太妙啊！我可以吸取任何人的疾病，也能将疾病送给任何人，然而这惊世骇俗的能力，却因缺少一张小小的行医资格证，让我每次施展医术时，总被那些无知的病人家属像对待犯罪分子一样严刑审问。听到这句话，一旁的陈景星更是不屑。他一直看不起中医，觉得中医是伪科学，是一群老道在装神弄鬼。而方宇现在所做的一切，正好印证了他的看法。把了一下脉，然后一脸凝重地说句情况不太妙，是个人也能演出来。可容我说2句，小孩，请问你看出了什么？情况到底哪里不妙？你能不能详细的说一说，也让我好学习学习你们中医吗？陈景星说话带刺，眼中满是轻蔑。唐小柔紧张地看着方宇，生怕方宇说不出所以然来。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全身，尤其在脊椎附近。唐老爷子之所以无法行走，就是因为脊椎被癌细胞所侵蚀，而且唐老爷子应该伴随着高血压、轻微的脑梗。方宇就像看过唐老爷子的检查报告一样，把唐老爷子身上的所有毛病都说了出来。陈景星一开始还满脸讥讽，可听着听着，他的脸色慢慢变了，变得震惊，到最后睁大眼睛，眼里满是不可置信。这小子所说的病症竟然全部正确，包括最近2天才出现的一些病症。见唐明德呆愣在原地，梁荣立刻大喊道：“这怎么可能？是不是有人把老爷的检查报告泄露出去了？”唐明德回过神来，看着方宇，眼中除了震惊以外，更多的是激动。梁荣所说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，老爷子的完整检查报告全部由我亲手保管在保险柜里，
除了主治医生以外，其他人根本不可能触碰到。况且方宇还说出了好几个老爷子最近才出现的症状，这年轻人是真的有本事。你这种情况要治好是不可能的。唐明德眼中刚燃起的希望瞬间熄灭，唐小柔眼眶泛红。我就说这小子没本事，能看出病却不能治，那要你有何用？那我还能活多久？我会先给你针灸一次，然后我会给你一张药方。如果你能买到药方上的所有药材，并且每天服用一次的话，你大概能活10多年左右吧。10年？唐老爷子愣了一下，随后便是狂喜。被众多医生诊断只剩3个月不到的时间的我，居然还能多活10年。方宇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前提是你们能买齐那张药方上面的所有药材，里面有几种药材现在应该很稀有了。这绝对不是问题，再稀有我们也会买来。方宇先生，请您赶紧给我父亲针灸吧。1小时后，方宇走出唐老爷子的书房。针灸的过程中，唐老爷子吐了一口血，把唐明德等人吓了一大跳。但这一口血是积聚了体内毒素的一口血，吐出来后，唐老爷子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，脸色恢复了些许红润。陈景星用专业仪器给唐老爷子测量，发现唐老爷子身体的各项危险指标都降低了不少。至此，唐明德等人彻底相信了方宇。要知道，唐老爷子吃过无数的药，都没有方宇这一次针灸的效果这么好。陈景星找了个借口，灰溜溜的离开了唐家。梁荣虽然心中还是看不上方宇，但明面上再不敢多说什么。将药方写下后，方宇就要离去。方神医，之前对您的误解和不礼貌，还请您不要放在心上。唐明德诚恳地说道。方宇摆了摆手，表示不在意。唐明德又拿出一张支票，交到方宇手中。方神医，这里是一张没有填金额的支票，您想要多少就填多少，这是您给我父亲治病的报酬。其实钱不重要，我只希望唐小柔别忘记答应我的事就好。哈哈，你俩私下还有交易，这是好事，你们同龄人之间是该多交流交流。这方宇是100年难得一见的医道天才，让唐小柔跟方宇多走近，绝对有好处。算不上什么交易，我就是想让他远离我罢了。方宇离开后，唐明德看向唐小柔，眼神古怪。我这女儿长得很漂亮，拥有很多追求者，可到了方宇这里，怎么一副避之不及的样子？哎，肯定是小柔你太娇蛮成性，令方神医厌烦。我才没有，是方宇不喜欢惹麻烦，所以才……看着门外，唐明德再次感叹道：很久没见过这么出色的年轻人了，不骄不躁，风轻云淡，却身怀神技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有一颗淡泊名利的心。刚才我给他那张支票的时候，他那种淡然和冷静的表现，远远超出他的年龄。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家才能教出这样的小孩？有机会，我真想跟他父母见见面。唐明德说完，转过身来，看着唐小柔，摇了摇头。无论是你还是风儿，与这位方神医都差得太远，你们兄妹还要继续努力啊！从未见过父亲对一个年轻人有那么多的赞扬之词。这个方宇真有这么优秀吗？哼！唐明德闻言则是再次嘱咐道：我看方宇对你也没什么厌恶，你还是要多跟他交流，争取交个朋友。此子绝非池中物啊！雇佣兵举枪射击，他却不躲不避，而是用身体迎上去应接，甚至一轮射击后，手里还多出了一把子弹，把几个开枪的雇佣兵看得一愣一愣的。弱，太弱了，继续射击，他扛不了多久的。听到队长的口令，雇佣兵立马又装弹，开始新一轮的射击。就在刚刚，方宇回到菜园，想要摘点青菜回家，可走到离菜园100米左右的距离时，方宇发现地上有6种不同的血印。他娘的，不会是来偷菜的吧？这么一想，方宇加快了脚步。刚走到菜园外围，几道黑影就从旁边闪出，瞬间半围住方宇。6支手枪的枪口齐齐对准方宇，其中一名黑衣人往前一步。朋友，我们只想问几个问题，希望你能如实回答。问吧。这个菜园是你的吗？是我的。那昨天下午这个时间点，你是不是也在这个菜园附近？没错。这时候，方宇已经知道这些人是为什么而来的了。那昨天下午，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女人？见到了。几名黑衣人对视一眼，眼中冒起杀意。他们的手指紧扣扳机，随时可以开枪。那是不是你救下了那个女人？严格来说，我并没有救那个女人，是你们的同伴想杀我，然后我出于自卫反杀了他们吧。感谢你的诚实，再见。砰的一声枪响，一颗子弹直冲方宇的额头。黑衣人距离方宇不过10米，这么短的距离，只要是人类就不可能躲过。但方宇只是稍微侧头，就躲过了这颗子弹。哎，我都说你们同伴是因为想杀我而被我杀了，怎么你们又动手了呢？方宇的声音犹如鬼魅一般，飘到了每一名黑衣人的耳边。6名黑衣人心态大乱，转过头想要寻找方宇，却看不到人。突然，一名黑衣人惨叫一声，飞了出去。他在这边，开枪！混乱的枪声响起，伴随着一阵阵惨叫。短短30秒，6名黑衣人中的5名都倒在了地上，失去了声息。最后一名是刚才提问的黑衣人，在见识了方宇的鬼魅身手之后，这名黑衣人面无血色，浑身颤抖。我碰到了怪物，
逃，一定要逃，否则就活不了命。黑衣人转身就要跑，却看到方宇站在面前。黑衣人大喊一声，举起手枪想要对近在咫尺的方宇开枪，可是下一秒，他抓着手枪的右手，生生的被方宇用手掌切断。黑衣人惨叫着坐倒在地，眼睛睁得很大，眼里满是惊恐。要请求增援，要告诉杨小姐，这人是个怪物。黑衣人用左手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老式手机，拨通了一个号码。方宇静静的看着他，3秒后，对面接通了电话。黑衣人正想说话，方宇就把手机抢了过去。你派来的人已经被我解决了，我很讨厌麻烦，所以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。杨小姐，这人不是普通人，你要派白大哥。一旁的黑衣人大声喊着，但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方宇一脚拍在胸口上，惨叫一声，直接断了气。你全名叫什么？见手机那头没有说话，方宇撇了撇嘴。好吧，不肯说的就算了，记得我说的话，不要再来惹我。说完，方宇挂断了电话，看着满地的人形垃圾，方宇揉了揉太阳穴。最近这几天到底怎么了？遇到的麻烦比之前10年遇到的都要多。杨家，杨英竹把电话放下，随即周身猛然爆发出滔天杀气。他还有杨家从未被这样威胁。你到底是谁？今天他派了家族的6名精锐过去，居然全军覆没，这是他做梦都没想到的事情。这2天他已经接连损失8名精锐。想起电话里那名手下的最后声音，杨英竹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，让白战来找我。江海市中心医院 VIP 病房内，季如梅从昏迷中醒来，看到坐在病床旁的父母。季东山见季如梅苏醒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如梅，你终于醒了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？爸妈，我没事。确认季如梅身体没有大碍后，季东山便脸色阴沉下来。如梅，这件事你确定是杨家做的吗？我确定，当时那2名杀手以为我必死，暴露了杨英竹。杨家该死，以前争斗都放在台面下，现在居然直接动手，还想要我宝贝女儿的命，此仇不报，我季东山不配为人父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季东山的情绪稍微平复下来。如梅，你还记得是谁救了你吗？这是我们季家的大恩人，我们一定要报答他。回忆起方宇的身手，季如梅还是感到心惊胆战。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但是他看起来很年轻，而且身手很强。那2名杀手手里有枪，之后却连开枪的机会都没有。还有如此神人，岂不是比你乌叔还要强？乌明是季东山的拜把子兄弟，一名先天9段武者，实力超凡。季如梅摇了摇头，我不知道，但那个人确实非常厉害。无论如何，他是我们的恩人，我们一定要找到他，还救命之恩。第2天上课，方宇坐在座位上，看着身旁的唐小柔。喂，你该履行你的承诺了吧？待会下课就去，急什么吗？我也是有自尊的，被一个男生这样嫌弃，很伤我的心啊。下课后，唐小柔就气呼呼地离开座位，走向办公室。方宇深呼一口气，终于可以远离话题中心，不受他人关注了。5分钟后，唐小柔回来，一脸不高兴地坐在方宇身旁。教导主任不让换，我还被批评了一顿。方宇皱眉，仔细观察唐小柔的表情，倒没发现她在说谎。可是以唐小柔的背景，教导主任怎么可能拒绝她的请求？显然有人从中作梗，但这些事可不是我要考虑的。我就说一点，你爷爷每周都需要针灸1次，要是你不履行承诺，那我也随时可以撒手不干。唐小柔闻言，当即气得脸蛋发红。我知道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调走的。说完，他又小声嘟嚷了一句，好像谁愿意跟你同桌似的。课间，方宇想去厕所，便从教室后门走出去。刚走出门，一名长相帅气、身材高大的男生拦住了他。同学，我想找一下唐小柔同学，你能帮我请她出来吗？方宇看了这名男生一眼，觉得有点奇怪。在他前面有好几个人走出后门，这名男生都不请他们帮忙，而方宇一出门就被他拦住了。这名男生好像是专门来找我的呀。我叫杨旭，是隔壁一班的学生，算是唐小柔的老同学吧，呵呵。男生脸上露出阳光的微笑，在这帅气而阳光的笑容下，一般人肯定会觉得这位杨旭是一名很友好、很温和的男生。只可惜，站在杨旭面前的是活了将近5000年的方宇。虽然藏得很深，但方宇还是看到了杨旭眼中的戾气和厌恶。方宇没说话，转身走回教室，拍了拍唐小柔的肩膀。后门有人找你。唐小柔愣了一愣，还是站起身，跟在方宇身后走出教室后门。见到杨旭后，唐小柔的脸色立即变得难看起来。方宇想要走向厕所，却再次被杨旭拦住。方宇眉头微皱，看着杨旭。杨旭，你来找我干什么？听说你当着全班学生的面，点名要与这位方宇同学同桌啊，我就是很好奇，想来看看你这位新同桌。杨旭脸上仍然挂着能够迷倒一众少女的微笑。关你什么事？杨旭没有理会唐小柔，而是看向方宇，摇了摇头。太普通了，实在是太普通了，我真的想不到他身上有什么吸引人的优点。说完，他又转过头来看着唐小柔，眯着眼睛说道：当然，我猜你也并不喜欢他，但我就是不喜欢别的男生跟你走得太近，你明白吗？唐小柔气得脸色发白。杨旭，你以为你是谁？竟然敢管我！
我当然管不了你，但我能管其他人。快上课了，我先走了。杨旭冷笑着看了方宇一眼，就转身离开了。方宇看着唐小柔，面无表情。对不起，这杨旭就是个疯子，我跟他没有关系，只是他一直在追求我，但我已经拒绝他很多次了。面对方宇的眼神，唐小柔有点语无伦次。你尽快给我办好转班这件事。说完，方宇就转身走向厕所。唐小柔愣在原地，随即气得咬牙切齿。老爹让我多与方宇交流，可就方宇这臭屁性格，根本没法交流。方宇回到教室的时候，班里又开始议论纷纷，周围的学生不时向他投去异样的眼神。方宇这次完蛋了，惹到何东林还好说，但这次他惹的可是重点班的杨家大少爷杨旭。对啊，那可是杨大少啊，家世背景跟唐小柔不相上下，还是唐小柔最大的追求者。不过也很难说，方宇把何东林伤得这么重都没事，说不定。听到这句话，坐在教室前排的蒋月讥讽地笑出了声。你们当真以为那个方宇有什么背景？我告诉你，他之所以没事，靠的是唐小柔。这次惹到背景同样强大的杨旭，唐小柔也保不住他。我听说杨旭有个姐姐很厉害，而且很宠杨旭。蒋月瞄了一眼角落的方宇，冷笑道：那就看这癞蛤蟆有没有自知之明了。要是他主动扳位，杨大少应该会奉他一马，否则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。以方宇敏锐的听力，这些人的议论自然听得清清楚楚，但他不至于跟这些小屁孩置气，只不过对于唐小柔给他惹麻烦的能力有了更充分的认知。同桌短短2天，唐小柔就莫名给我惹来2个情敌，同时班里很多人由于羡慕、嫉妒、恨等负面情绪对我冷嘲热讽。没想到我低调了2年多，却在2天之内在班里出名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很快会在全校出名，而且这种影响是持续性的。即便唐小柔现在就翘班，这些影响也不会消失，甚至可以预想到班里那些冷嘲热讽会变得更多。算了，顺其自然，既然无法低调，那就不低调吧。我只是过马路不看红灯，货车司机就要撞死我。活了5000年的我决定不再低调，直接一把拽下货车车门，面对面教司机如何做人。放学后，我像往常一样慢慢走回家。一辆中型货车停在路边，驾驶位上坐着一名花臂光头壮汉，狠厉地看着我。大哥，那个狗东西出现了。就按原计划行事，我要让那个杂碎死无全尸。大彪将对讲机扔到副驾驶位上，然后紧紧盯着方宇的步伐。待会你经过斑马线时，我直接踩满油门，驾驶货车撞过去，你才能打又如何？能扛得住一辆货车？1分钟后，方宇走到了斑马线前，正好是红灯，他便慢慢走过斑马线。大彪踩下油门，于是一辆10吨载重的货车全速朝着方宇冲去。而此时方宇身后有一名同样想过斑马线、穿着黑色教师制服的美女。他听到一阵引擎的轰鸣声，转头一看，便看到一辆大货车正朝斑马线疾驰而来，即便是红灯，也没有要减速的意思。美女吓得花容失色，看到已经走到斑马线中间的方宇，尖叫道：小心，快躲！一声金属碰撞的巨响后，他看着已经冲到前面10几米，在地上留下一道轮胎黑印的货车。一名江海中学的学生在我眼前被货车撞死了。美女大脑一片空白，根本没注意到，此时那辆货车的4个后轮还在地上摩擦，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声音。可是即便后轮马力十足，这辆货车却无法再前进分毫。货车的车头部位出现了一个凹陷，而坐在驾驶位的大彪被刚才那一下碰撞撞得头破血流。此时他疯狂地踩着油门，扭转方向盘。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彪原本的计划是碾过方宇，然后加速逃逸。可刚才货车撞到方宇的时候，根本不像撞到一个人，而是撞到一栋大山。只见方宇正伸出右掌，单手顶在货车前面。从货车车头的凹陷可以看出刚才碰撞的威力有多巨大。我练体练了足足1500年，你个破铁疙瘩还想伤我？接着方宇右手往前一推，10吨载重的货车就往后退去好几米。在不耽误行人过马路后，方宇走到货车驾驶位门旁，伸手一拉，驾驶门就掉了下来。大彪坐在驾驶位上，还在歇斯底里地扭着方向盘，踩着油门。可货车的动力系统已经失灵了。这怎么可能？看到方宇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，大彪大脑一片空白。就在这1分钟内发生的事情，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。一个人被全速前进的重型货车撞到，居然毫发无伤，并且单凭力量逼停货车，这是人类吗？这是电影小说里才会出现的情况吧？车已经坏了。方宇的声音把大彪拉回了现实。你要……大彪话没说完，就被方宇按住头，往方向盘上猛砸，一声声闷响，伴随着大彪的惨叫声。方宇看到副驾驶位上的对讲机，将它拿起，按下了呼叫键。3秒后，果然响起何文成的声音：大彪，事情办妥了，我已经安排了弟兄接应你。方宇没有说话，只是按着大彪的头继续猛砸。大彪的惨叫声通过对讲机传到对面。何文成愣了一会儿，随即大喊道：怎么回事？大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彪被砸得满脸是血，
惨叫声越来越微弱，直到晕厥过去。方宇拿起对讲机，何文成那头还在大喊：“20分钟内过来，你手下还有救，否则就准备给他收尸吧。”说完，方宇就关掉了对讲机，看着血肉模糊的大彪，眼中没有一丝波澜。解决完大彪后，方宇从货车上跳下，一眼就看到后方处于呆状态的美女教师，竟然是隔壁重点班的英语老师丁然。丁然由于出众的容貌，她在江海中学很出名，是很多男生心目中的完美女神。方宇在走廊见过丁然好几次，同时在班里男生的口中听说过丁然无数次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刚才发生的事他都看到了。方宇微微皱眉，走上前去。同学，你没事？丁然张着樱桃小嘴，闪亮的大眼睛里满是不可置信。丁老师得罪了。方宇伸出一根手指，点在丁然的额头上。丁然浑身猛地一颤，随即眼神变得空洞。回家吧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回家。丁然定定地看着方宇，2秒后，他便迈起脚步，走过斑马线。方宇对丁然使用了一个小术法，这个术法非常简单，基本上只对凡人有效果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丁然回到家之后会睡一觉，醒来之后不会再有刚才的记忆，就算有些许的记忆，他也只会当成是个梦。丁然离开后，方宇环视四周，发现十字路口附近有2个监控摄像头。刚才发生的事，摄像头全录下来了。想了想，方宇拿出手机，拨通了一个号码。喂，小江，帮我删点监控。接着方宇便回到了家中，路过杂物房的时候，突然闻到一阵药香，想起之前他给唐小柔爷爷开的药方。那张药方里找不到的药材，这里面应该会有吧？罢了，帮人帮到底，何况唐家连报酬都给了。明天让那小妞过来取吧。杂物房里堆放着从西北带回来的夏修之在草房外种植的药材，这些草药全是极其稀有的品种，很多都已消失于市面。可以说，这些草药是真正的价值连城。但方宇却像堆垃圾一样把它们扔在杂物间。要是夏修之知道方宇如此对待他的心血，恐怕会气得吐血。深夜，方宇躺在床上，睁着眼思考着一些问题。修炼到我这个程度，要往前进一步相当困难。虽然只是炼气期，但也是炼气期第9832层。早在2000年前，方宇就无法单靠修炼心法，吸收天地灵气来提升修为了。他要突破层数，只能依靠其他的方式。而在最近2000年，方宇采用的最有效率的方式是生吞妖兽内丹。他凭借这个方式，从炼气期5000层一直突破到9000多层。可如今，随着地球上灵气的减弱，能够生存下去的妖兽越来越少。最近100年，方宇更是只找到了寥寥数只。如今，我的修为卡在9832层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。只要突破炼气期第9999层，来到第10000层，就能顺势进入筑基期。到那个时候，他修炼几千年的终极梦想就能实现。可没想，偏偏在方宇离10000层已经不远的时候，地球上的妖兽几乎要灭绝了。现在，他要么找到其他有效率的修炼方式，要么就只能满世界的寻找所剩无几的妖兽。算了，不想了，反正我时间多，慢慢来吧。第2天上午，有一节体育课，大部分学生会选择各种球类运动和跑步，而少部分懒人，比如方宇和刘胖子，就会去便利店买根雪糕，坐到人少的篮球场边上，一边吃雪糕一边聊天。突然，篮球场来了一大波人，而这群人的核心焦点正是昨天与方宇见过一面的杨旭。我靠，杨旭怎么跑来这边了？随即，他看了一眼旁边的方宇，想起昨天传遍整个年级的留言。杨旭很不爽方宇与唐小柔同桌，直接找上门，对方宇放了狠话。喂，方宇，昨天杨旭真找你放狠话了？不等方宇回答，篮球场边爆发出一阵尖叫声。只见篮球场上，杨旭脱去了校服上衣，露出了他健壮的胸肌和腹肌，这让在场的女生心神荡漾。杨旭长得高大，身材健壮，面容俊朗，学习又好，同时家世显赫。这样完美的人，毫无疑问是每个女生心中的男神，真正意义上的白马王子。杨旭拿起篮球，运球小跑，在罚球线附近一跃而起，轻松扣篮，顿时蛙声一片。这一记扣篮不仅引发了全场女生的惊呼，甚至连一众男生都喊出声来。罚球线附近起跳扣篮，即便在 NBA 里能做到的球员也不多，但杨旭居然能做到，而且看起来还很轻松。我的天啊，杨旭咋能跳这么高，这么远？是啊，比 NBA 那些球员还牛逼呀！呵呵，这你们就不知道了。我听说杨旭自幼就习武，现在好像是什么先天，对，先天武者。方宇身边有几名男生正在议论先天武者。方宇，要是你跟他真有什么矛盾，你还是赶紧认怂道歉吧。先天武者那是真惹不起啊。方宇微微一笑，昨天见面的时候，他就知道杨旭是一名先天武段武者，相当于炼气期5层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尤其是杨旭这个年龄，的确足够牛逼了。但在方宇这种炼气期9832层的老怪物面前，这点修为相当于不存在。我们走吧，这里太吵了。可就在这时，杨旭突然走了过来。这下完了，走慢一步。这么巧啊，方宇。看着杨旭脸上挂着标志性的阳光笑容，方宇知道杨旭这就是冲着他来的。有事吗？也没什么事，就是看你坐在这里这么无聊，
想跟你打场球。听到杨旭的话，围观的学生就兴奋起来。结合昨天的留言，今天要有好戏看了。杨旭看不惯方宇与唐小柔同桌，现在显然要给方宇一个下马威。方宇这下麻烦大了，我不会打球。不会吧？一个男人连篮球都不会打？周围同学更是响起一片笑声。杨大少邀请你打球是给你面子，我建议你还是打一下为好。再说了，这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这么怂是想成为别人的笑柄吗？就是怂什么，上啊！一群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男生开始起哄，女生们则是一脸鄙视地看着方宇，他们才看不起这么胆小的男生。此时唐小柔和赵双儿走到人群外围，正好见到这一幕。小柔，你同桌好像出事了。唐小柔没想到杨旭会在这么多人面前找方宇麻烦，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。不行，我得去阻止杨旭。这么想着，唐小柔就想挤进人群，但赵双儿把她拉住了。小柔，你就别掺和进去了，否则你和方宇有关系的谣言可就坐实了。不如站在这里看好戏，正好也让我看看你这个同桌有什么本事。见唐小柔一脸的焦急，赵双儿眼中闪过一丝异彩。放心吧，这么多人看着，杨大少总不可能揍他吧？我活了5000多岁，一直想死却死不掉。为了结束生命，我用头和货车对撞，但我人没事，车却被我撞飞了。我又造了颗核弹，人没炸死，却差点毁了整个地球。为了打发时间，我去了高中当学生，结果却因为不会打篮球，被富二代当众羞辱。连篮球都不会打，算什么男人？打就打，那就打3球吧。方宇居然真接受了杨旭的单挑，篮球场上气氛异常热烈，甚至有人鼓起掌来。真是不怕死的壮士啊！唐小柔更是急得跺脚。他怎么就答应了？杨旭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的。杨旭身高大概1.9米，比方宇高了半个头左右，而且他的身材看上去也比方宇壮上1圈不止。身体素质相差这么远，根本用不着比较篮球技术，光是凭借身体，杨旭就能够碾压方宇了。嘿嘿。不过光是单挑有点无聊，得有惩罚。什么惩罚？输的人要在所有人面前做100个俯卧撑，在场所有人负责监督，不做完不许走。你觉得怎样？没问题。周围响起一阵戏谑的笑声。这方宇不是找虐吗？输了还要做100个俯卧撑，就他这身材做得完吗？随后，周围的女生变成啦啦队，齐声喊道：杨旭加油！杨旭加油！几乎所有人都支持杨旭，这让方宇显得很孤单。杨旭早就注意到人群外围的唐小柔，眼中闪过一丝得意。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你这个同桌跟我之间的差距。唐小柔轻咬红唇，看着面无表情的方宇，心情很紧张。他知道方宇不可能赢，他只希望方宇不要与杨旭硬碰硬，否则以杨旭的性格，肯定会对方宇动手。方宇双手拿着球，看着不远处的篮筐，他没有说谎，他的确不怎么会打篮球。不过他知道，只要把篮球扔进篮筐里，就算得分。这不是很简单吗？方宇单手抓着球，就要往篮筐扔去。杨旭双手叉腰，根本没有要防守的意思。哈哈哈，看这方宇的出手姿势，他是真不会打篮球啊！是啊，太滑稽了。你看杨大少都不屑于防守了，真没意思。围观学生发出一阵嘘声，表示对方宇的鄙视。方宇毫不在意，把球扔了出去。下一刻，篮球应声入网，原本还在发出嘘声的人愣住了。我靠，瞎扔都能扔进，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哟，这运气不错啊。然后呢，就到我防守你了吗？没错，不过从现在开始，你不会再有出手的机会。杨旭面带冷酷的笑容，走到3分线外，与方宇换了一个位置。杨旭加油！见到杨旭拿球，周围的加油声又响了起来。杨旭看着面前的方宇，眼中满是寒意。他要彻底羞辱方宇，而在篮球场上羞辱对手的方式，无非就2种，一种是隔扣，另外一种是无视防守将球投进。杨旭知道他的身体占有优势，所以他要用身体教训方宇。接着杨旭开始运球，然后突然一个加速，往左边突破，他的肩膀架在前面，只要方宇敢贴上来防守，必然要被他撞飞出去。方宇果然迎了上来，站在了杨旭的面前。见状，杨旭直接用肩膀蓄力。找死！以我先天武断的实力，这一肩膀撞过去，你至少要躺床上1个星期。但这是你小子自找的。但不料，杨旭这蓄力一撞，却是撞空了。与此同时，他还感觉运球的右手一轻，篮球被掏了。怎么可能？他惊讶地转过头，发现方宇果然已把篮球抓在手里。同时，周围响起一阵惊呼。没人想到，在杨旭猛虎一般的突破时，方宇居然能把他的球给抢断了。该死！这小子竟在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杨旭顿时感觉羞恼不堪。方宇再次单手抓起篮球，想要出手。我绝不会给你出手的机会。接着他立即用尽全力往方宇扑去，一跃而起，跳得非常高。方宇要是出手，这球毫无疑问会被盖掉。可方宇一点也不着急，见杨旭跳起身，他就不急不忙地往右走一步，再把球扔出去，竟然又进1球。周围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看傻了。
如果说第一次投进是运气，那第二次呢？2次都是空险入网，而且方宇还抢断了杨旭一球，并且用假动作骗得杨旭起跳。这方宇虽然投篮姿势很怪异，但很显然他会打篮球，而且还是个高手。他在骗我。自觉被方宇戏耍了的杨旭眼神变得凌厉起来。他最在意的就是他的面子和尊严。最后一球了，方宇把球扔到杨旭手中，杨旭抓着球运了起来。这一次我一定要把你撞飞，同时还要把球投进。趁着方宇还没站出来防守，杨旭直接跑起来，在罚球线附近起跳。这一球他要扣篮，比他矮的方宇根本无法阻拦。看到这一幕，一些男生激动的大喊：哇！杨旭生气了，他要扣篮了。女生则是满眼星星，看着飞翔在天空中的杨旭。可方宇却是在杨旭飞翔的线路上垂直起跳。他看起来没费多大力气，但是却跳到了与杨旭一样的高度。这次你别想躲！杨旭咬着牙，浑身紧绷，力量到达了顶点。他的大脑已被愤怒所充斥，他根本不在意这么做的后果。就算把方宇撞成重伤，甚至死亡又如何？有杨家在，我什么后果也不用承担。可他用尽全力，这球都无法再往前压，反而是他自己在空中失去平衡，一屁股摔倒在地上。而方宇则是轻松将篮球抓在手中，慢悠悠地走出3分线，再次出手，第3球投进，3-0，杨旭完败。篮球场上无比安静，所有人都睁大眼睛看着一脸淡然的方宇和面色狰狞的杨旭。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杨旭会输，而且还是以这种最悬殊的方式。就连唐小柔此时也是捂着小嘴，呆呆地看着方宇。赵双儿看到坐倒在地的杨旭，眼中闪过一丝疼惜，看向方宇的眼神中闪过一丝阴狠。杨同学，100个俯卧撑，慢慢做吧。方宇留下这句话，转身就离开球场。围观的学生自觉给方宇让出一条道路。方宇刚才的表现已经彻底镇住了在场所有人，甚至有些女生春心萌动。我怎么突然感觉这个方宇变帅了？刘胖子快步追上方宇，激动的胖脸发红，急声问道：方宇，你藏的可够深的，平时也不见你打球，一打起球来，居然把杨旭都给虐了。我是真不怎么会打球，我就是能把球扔进篮筐罢了。呵呵，你就别谦虚了。今天过后，你在全校都要出名，以后你就是学校的大明星。刚才你没看到多少个女生看着你暗送秋波呀？啧啧。就如胖子所说，今天过后，我是真不可能低调下去了。也罢，师傅曾经说过，一切顺其自然，我没必要刻意低调，也没必要刻意张扬，顺其自然就好了。我活了5000多岁，一直想死却死不掉。为了结束生命，我用头和货车对撞，但我人没事，车却被我撞飞了。我又造了颗核弹，人没炸死，却差点毁了整个地球。为了打发时间，我去了高中当学生，结果却因为长得太帅，被校花同桌猛烈追求。方宇，你刚刚打篮球的样子好帅啊！两人是同桌，唐小柔这么一凑前，距离方宇的脸就只有10厘米不到的距离了。很显然，你对我产生了好奇。据我的了解，大部分爱情诞生的初始阶段就是好奇，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尽早掐灭对我的好奇为好。你在说什么？谁对你好奇了？我就是想说，你给我爷开的药方里有2种药材，我家一直没买到。是哪2种？是月牙花，还有9星草。我们问了几百家药材店，他们都表示没听说过这2种药材。这2种药材我家里可能有，一会放学你跟我去拿吧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但我有个要求，从现在开始到放学，你不要再看我一眼。哼，这算什么要求吗？不看就不看，谁想看你？放学后，唐小柔跟方宇一起走出了学校大门。你家在哪里？让四叔送我们过去吧。我还是习惯走路回家。那好吧，我去跟四叔说一声。唐小柔小跑着向停在前方的奔驰车走去。唐四一听唐小柔要去方宇家，还不用他陪，顿时觉得事情不妙。虽然方宇的医术赢得了家主的信任，但是关小柔的安全，我不能大意。而且方宇的行为也太奇怪了，明明可以坐车，却偏要走路，他到底有什么企图？小姐，我得请示一下家主。四叔，这点小事不用告诉爸爸了，待会我把药材带回家，给他个惊喜。说完，唐小柔生怕方宇等急了，匆匆告别唐四，追上了方宇。小姐，唐四还想喊住唐小柔，但唐小柔已经跑远了。唐四无奈，只好开车悄悄跟在2人身后，以防不测。此时，杨旭走出校门口，正好看见唐小柔跟着方宇离开，他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。我明明警告过方宇，离唐小柔远一点，可他非但不听，今早还让我颜面扫地。该死，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杨旭盯着方宇的背影，眼神阴狠。这时，唐小柔的好朋友赵双儿看到杨旭，眼中满是惊喜，迎了上来。杨旭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同班同学打声招呼都不行吗？杨旭作为情场老手，早就看出了赵双儿的心意。虽然赵双儿长得不错，但在他眼中也只是中等而已。不过，当他想到唐小柔和赵双儿关系亲密时，一个阴谋在他心中悄然滋生。
今天天气不错，有没有兴趣一起去吃个饭？当然有兴趣，杨大少主动邀请我吃饭，这是多少女生梦寐以求的事情啊！好，你等会，我让人把我超跑开过来。而此时另一边，方宇和唐小柔走在路上，两人保持着大概1米左右的距离，唐小柔在后面。一路上两人没有交流，气氛有点怪异。你家还有多远呀？没多远，走多几分钟就到了。就在这时，4辆面包车突然将他们团团围住，20多个手持钢管的混混从车上窜下，直奔方宇而来。而领头的正是何文成。东林，达标，今天我亲自给你们报仇。方宇见状，二话不说，3下5除2就将一众混混的4肢折断了。接着他走到何文成身前，像提小鸡一样将他拎了起来。而站在他身后的唐小柔已经被吓懵了，他一直生长在唐家的庇护之下，哪里见过这种场面？你就是何文成？接触到方宇冰冷的眼神，何文成心里完全崩溃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喊道：我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，求求你放我一条生路。方宇将何文成扔到地上，何文成立即爬起来，跪着给方宇磕头，一边继续哭喊：求求你放我一条生路，你大人有大量。一直开车跟在后面的唐四姗姗来迟，他看着地面上倒地不起的20几名混混，眼里满是震撼。从我发现出事、停车、下车、跑到这条小路的短短2分钟的时间里，方宇就把20几名混混打趴在地，这是何等强劲的实力，死绝非寻常人。感觉到唐四的到来，方宇转过头，正好与唐四对视。唐四只感觉心脏猛地收缩，窒息感迎面而来。我作为一名先天8段武者，已然算是高手，但我这辈子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眼神。方宇眼神空洞，其中又蕴含无尽的冰冷，无法想象这是一名20岁不到的年轻人的眼神。方宇很快转过头去，何文成浑身颤抖，连声求饶，裤子湿了一大片。方宇面无表情，一脚踢向何文成的右膝盖，一阵令人胆寒的骨裂声响起。何文成抱着膝盖凄厉惨叫：若还有下次，我会把你的脖子拧断。说完，他转过身看向唐小柔：走吧，我家就在前面不远。好慢啊，四叔你就在这等着吧，待会我拿到药就跟你一起走。随即唐小柔来到方宇身后，紧紧盯着他的背影，美眸闪闪发亮。回想刚才方宇以一敌众的英姿，他的心脏跳动有点快。他跟我年龄差不多，怎么会这么厉害啊？3分钟后，方宇带着唐小柔来到家中储物室，看着面前遍地的草药，这里每一株草药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。九星草放哪了？1分钟后，方宇将一株九星草和一株月牙花交到唐小柔手中，将它们晒干磨成粉，按照我药方里的剂量熬药。谢谢你，方宇，只要有这2株草药，爷爷的生命就能延长10年了。小事，不用谢。其实你没有外表这么冷漠，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。唐小柔看着方宇，犹如宝石般的眼珠闪闪发，这个眼神让方宇突然回忆起很多年前一个女人的眼神。那个女人也喜欢用这种眼神望着我。想到这，方宇立即摇了摇头，他很讨厌这种莫名出现的回忆。你快走吧，我可不会留你吃饭。谁要在你家吃饭？哼！唐小柔跺了跺脚，转身就要离开，但他走了2步，又转过头来。方宇，那天我爸不是给了你一张支票吗？你怎么还住在这种地方？你知道现在华夏最豪华、最大的豪宅在哪里吗？不知道。京城101号，那座豪宅光是面积就比你家大上几10倍，里面有山泉有园林，总之你能想象得到的东西它都有。但是那座豪宅已经100多年没人住了。你的意思是你想买下这座豪宅，那可能会很贵哦。不，我的意思是那座豪宅的主人是我，而我已经很久没在那里住了。方宇竟然连吹牛的样子都这么帅，打住打住！我在想什么呢？这个练气期的男人竟然把妖兽内丹当饭吃，别人吃1粒就得爆体而亡，他却每天至少吃3顿，就这样一连吃了5000年。可直到他将妖兽吃到灭绝，境界也没有得到提升，反而将炼气期升到了9832层。今天他准备去后山菜园浇水，可他刚来到后山，就发现菜园门口停着一辆加长版劳斯莱斯。莫非是来人偷菜了？这时一对穿着华贵的夫妇下车，他们的身后跟着2名保镖。你们是谁？在这里干什么？不会是想偷菜吧？你好，我们是姬如梅的父母，先生，你就是那天救下我们女儿的恩人吧？姬如梅。方宇想起前几天发生的事。我们是来报恩的，先生，你挽救了我们女儿的性命，这种大恩大德对于我们姬家来说……行了，你们报恩无非就是塞点钱给我，但我对钱不感兴趣，你们请回吧。姬东山和韦林对视一眼，感觉面前的方宇性格有点怪异，正常人哪会对钱不感兴趣？那请问先生喜欢什么呢？只要在我们姬家能力范围之内，我们会尽力做到。我们姬家100年传承，最核心的一条家训就是知恩图报。今天既然找到救下女儿的恩人，就必须得报了这个恩。我喜欢的东西，妖兽内丹，你们大概连听都没听说过吧？方宇叹了口气，转身走进菜园。妖兽内丹，我好像在哪里听说过这个名词。我记得几年前老爷子大寿的时候，不是有一名从北方来的大师送给老爷子一盒礼品吗？那盒礼品里面装着的
好像就叫做什么内丹。你确定你没记错？姬东山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方宇却是2步跑到韦灵面前，速度之快，让夫妇身后的2名保镖都吓了一大跳，差点掏出武器。真的是妖兽内丹，你没记错吧？我只记得内丹2字，不知道是不是先生你所说的妖兽内丹。走吧，带我去你们家看一看。姬东山与韦灵面面相觑，刚才还一脸不耐烦，声称对钱没有兴趣的方宇，却因为所谓的妖兽内丹变得如此急切，着实令人觉得惊讶。不过方宇愿意接受他们姬家的报恩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好的，先生，我们现在就带你去我们家。豪车驶离后，一道身影从菜园旁的大树闪出，他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号码。杨小姐，目标被姬家的人带走了。40分钟后，方宇来到姬家。姬家的豪宅临近海边，从风景来说，要比唐家的豪宅好上不少，但面积要比唐家小很多。但方宇无暇顾及风景，一下车就急忙让姬东山把妖兽内丹拿出来。5分钟后，方宇坐在姬家的大厅上，喝着佣人给他泡的茶。姬东山从楼上走下，手里捧着一个木盒子，人还没走过来，方宇就已经感应到了气息。的确是妖兽内丹。方宇心情有点激动，他已经将近10年没有吞过妖兽内丹了。姬东山把木盒子放到方宇面前，方宇直接打开，果然看到里面放着一颗半拳大小的深棕色球状物。从这颗内丹散发的气息来看，这是一只2阶妖兽的内丹，而从外观来看，这颗内丹应该已放置很长一段时间了。那位大师让我们把这颗内丹磨成粉入药，可以增强体质，但我们看这颗内丹有点奇怪，也就没敢服用。幸好你们没把它磨成粉，否则就是暴殄天物。方宇说着，将这颗内丹拿在手上。虽然品阶不高，但对于方宇来说是久旱逢甘露，不吞白不吞。这内丹给我，就算还我恩情了。没问题，方先生，反正我们也不会。姬东山话还没说完，就看到方宇拿起那颗半拳大小的内丹一口吞了下去。姬东山和韦灵对视一眼，眼中满是惊骇。舒服。吞下内丹后，方宇长舒一口气，内丹在体内溶解，释放出一大股灵气，被丹田所吸收。看着面前满脸惊骇的姬东山夫妇，方宇突然想到一件以前没想到的事。现在世界上妖兽所剩不多，但妖兽内丹就不一定了。是不是还有很多妖兽内丹落入到像姬家一般的家族之手？现在的人大多意识不到妖兽内丹的价值，要收集起来应该不难。如果能收集到100几十颗，对于我修为的提升就有莫大的帮助。想到这种可能性，方宇兴奋起来。姬家主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交代完事后，方宇离开姬家，回到城中村。还有2条巷子就到家的时候，方宇看到一名背着书包的女孩正站在一道围墙前一动不动。这不是我家隔壁的小妹妹于月月吗？大晚上的，她怎么还在这里瞎转悠？方宇走上前拍了拍于月月的肩膀，于月月被吓得浑身一颤，急忙转过头，看到是方宇，才松了一口气。但在路灯下，方宇一眼就看到于月月的左脸颊上有一个鲜红的巴掌印，微微肿起，同时于月月的眼眶还有点红肿，显然刚哭过。方宇哥哥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似乎害怕被方宇看到脸上的巴掌印，于月月赶紧低下头。说吧，怎么回事？是谁打的你？哥哥帮你报仇。于月月浑身一震，抬起头，大眼睛里泛着泪光。她是高三2班的学姐，她叫蒋月。我只是走到不小心碰到她一下，她就开始打我，不管我怎么解释都没用。原来是她，明天我会让那个学姐给你道歉。啊！于月月扬起头看着方宇，她扇了你一巴掌，当然要道歉。可是于月月有点犹豫，她不想方宇为了她惹麻烦。没有可是，先回家。将月月送回家后，方宇回到2楼，思考起关于妖兽内丹的事。他让姬东山帮忙在全华夏范围内寻找妖兽内丹，无论数量多少，价格多高，他都会买下来。可光靠一个姬家，力量有限，就算能找到妖兽内丹，数量也不会多，完全无法满足我的需求，所以我必须得多找些人帮他。目前可以找来帮忙的还有唐家。以前的方宇也曾想过找世俗家族帮忙收集妖兽内丹，可那时候他轻易就能找到高阶妖兽，根本看不上低阶妖兽内丹，所以那个念头也就摒弃了。可最近100年，由于不适应灵气的衰减，妖兽大面积灭亡。别说高阶妖兽了，就是低阶妖兽方宇都没找到几只。人始终要接受现实，低阶就低阶吧，多吞几颗就跟高阶内丹的效果差不多了。思考中，方宇突然想到一个人，那小子如今家大业大，我可以找他帮忙。这个练气期的男人竟然把妖兽内丹当饭吃，别人吃1粒就得爆体而亡，他却每天至少吃3顿，就这样一连吃了5000年。可直到他将妖兽吃到灭绝，境界也没有得到提升，反而将炼气期升到了9832层。为此，方宇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固定电话号码。小姐，我是方宇，你知道的，我不太擅长交际。等了80年，你终于打电话给我了。我想让你帮我收集妖兽内丹，有多少要多少。妖兽内丹，我家里就有很多，全送给我吧，顺便继续帮我收集。我会让我孙女给你送去。我最近正要派她去江南考察学习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关照一下她。没问题，是哪个孙女？
我记得你某个孙女周岁的时候，我去喝了喜酒。就是那个孙女，现在她25岁了，我们也有24年没见过面了。见老人有些感慨，方宇表示想见面，你随时可以来找我。我已经100多岁了，走不动了，要见面只能你来看我。也行，在你死之前，我一定会跟你再见一面的。我很期待与你再次见面。二人挂断电话后，方宇走到窗边，看着外面的夜空，眼神深邃。而远在京城一座大院的书房里，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也放下了电话。24年了啊！随后他又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，让以沫来书房找我。第二天是周六，不用上学。在假期的时候，方宇的生活作息跟一般的老年人没太大区别。他会在早上7点钟起床，在院子里打一套拳法，再绕着后山跑一圈，跑完就买一份早餐，然后回家。然而今天家门却被一辆悍马 SUV 挡住了。方宇走上前，便看到一名戴着墨镜的女人正站在院子门口，往里面张望。女人长发披肩，穿着一身黑色劲装，身材高挑，勾勒出完美的曲线，尤其是上半身，把上衣的扣子都紧绷着。你找谁？请问方宇是不是住在这里？我就是。方先生您好，我是秦无道的孙女秦以沫，我爷爷让我给您送来18盒十全大补丹。十全大补丹？方宇微微一愣，随后便知道这是秦无道的恶趣味。秦以沫吩咐司机将后车厢的18盒妖兽内丹搬出来，给我送上2楼吧。在司机将妖兽内丹搬上楼的时候，秦以沫在默默打量着方宇。这就是爷爷说的秦家的大恩人，看起来也太年轻了吧，就像个中学生。爷爷还让我遇到困难一定要请教方宇，可怎么看方宇也不像能够给我提供帮助的人啊。没想到一转眼你都这么大了啊。方宇看着秦以沫，十分感慨。上次见面的时候，秦以沫还是个刚满周岁的婴儿，可方宇这番话在秦以沫听来是另外一种味道。尤其此时方宇正盯着秦以沫看，让秦以沫下意识地认为他在盯着自己傲人的山峰。这么大，这人明明就是个流氓中学生啊，我是不是找错人了？这真的是爷爷让我找的人吗？随即秦以沫脸蛋微微泛红，微怒道：请方先生自重。我跟你爷爷是老朋友了。老朋友？我爷爷秦无道今年83岁，你在他面前最多算是个小朋友，满嘴跑火车，心术不正，没有礼貌，这个人怎么会被爷爷如此看重？秦以沫腹诽道。但出身于豪门贵族之家的他，仍然保持着该有的气度和教养。方先生，你是什么时候认识我爷爷的？大概在80年前，不对，准确的说应该是78年前。呵呵，秦以沫脸都僵硬了，只能干笑2声。在他心中，对方宇的评价已经跌到谷底。说话荒唐，言辞浮夸，还装作一副老成的模样。这人跟其他喜欢做白日梦、吹牛皮的中学生有什么不同？唯一的不同，可能是他的脸皮更厚一点。他知道爷爷秦无道是什么人吗？居然敢开这种玩笑！要不是出发之前，爷爷再三强调方宇是秦家的大贵人、大恩人，万不可以得罪，我早打得他满地找牙了。这时候，司机已将18盒妖兽内丹都送上2楼，回到了1楼。秦以沫看了方宇一眼：方先生，爷爷交代送给您的十全大补丹，我已经送来了，没有其他事的，我就先走了。这么急着走干嘛？你爷爷让我关照你，我总得多了解你一下吧。秦以沫咬着红唇，强忍心中的不快。方先生，我还有急事要去处理。也行，不过毕竟是你长大后第一次见面，我也得送点东西给你。你在这里等会儿。方宇说着，转身上楼。等了2-3分钟，方宇还没下来。秦以沫已经相当不耐烦了，但他必须遵从爷爷的嘱咐，绝不能发怒。又过了1分钟，方宇终于下楼，手里提着一袋昨天摘下的青菜。这是我自己种的青菜，纯天然，没有农药，你带回去吃吧。秦以沫接过青菜，用尽全力挤出笑容。谢谢。可这时方宇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麻布做的香袋，递给秦以沫。还有这个香袋，你带着吧，有静心凝神的效果。秦以沫再次道谢，然后就离开了。坐在车上，秦以沫深呼吸了好几口，好一会儿才镇静下来。这算哪门子香袋？秦以沫拿起香袋，凑近鼻子闻了一下，没闻到花香，反倒是一种药香。但奇特的是，他这么一闻，真的感觉很舒服，原本躁郁的心情消失不见，平静下来。秦以沫看了眼放在旁边座位上的一袋青菜，有点哭笑不得。这方宇到底是个什么人？我出发之前就问过爷爷，但爷爷却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让我自己去了解。可这要如何了解啊？我感觉自己根本无法与方宇交流。算了，正事要紧。秦以沫摇了摇头，不再想这些事，拿起一沓文件阅读起来。而方宇则是回到卧室，将18盒妖兽内丹一一打开。2阶、2阶、2阶、3阶，在18颗妖兽内丹里，只有4颗3阶内丹，其他全是2阶内丹。当然，方宇也没奢望世俗家族里能拿出什么高阶内丹，即便是秦家。随后，方宇就开始一颗一颗的吞着这些妖兽内丹，一股又一股的灵气被方宇所吸收。方宇终于又突破了，而且是连续突破2层，炼气期9834层，离10000层又进了一步。妹妹被校园霸凌住进 ICU， 班主任不但说她活该，还冲进医院逼迫妹妹签谅解书。身为炼气期9834层的我，
为帮妹妹讨回公道，直接冲到学校班级，就要教校霸如何做人。蒋月，出去走廊，我有话跟你说。真晦气，一大早就看到只癞蛤蟆。出去走廊！见方宇一副命令的模样，蒋月无名火起，尖声喊道：“你让我出去就出去，老娘跟你有什么好说的？”他的声音尖锐刺耳，立刻引起了班里学生的注意。在这里说也可以。昨天你是不是打了一名高一的女生？关你屁事！就你这吃软饭的颠蛤蟆，也想帮别人出头？那就是你做的了。是又怎样？蒋月挺起胸膛，一脸的挑衅。他知道方宇有几分蛮力，毕竟何东林和胡涛现在还在医院躺着，但他确信现在这么多人在旁边看着他还是个女生，方宇绝不敢对他动手。如果方宇真的敢动手，那我就以此大做文章，势必要让方宇被开除。1周之内连续将同班同学打伤，就是唐小柔也保不住方宇。蒋月越想越有底气，随即他强势的把脸伸到了方宇面前。你敢打我吗？啊，这么多人看着，你倒是动手啊！一道干脆的巴掌声在教室里回响，蒋月被方宇一巴掌扇的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倒在地。这一巴掌方宇几乎没用力，他并不想把蒋月一巴掌扇晕，毕竟待会还得让蒋月给于月月道歉。蒋月捂着脸颊，眼神怨毒地瞪着方宇。你敢打我？大家应该都听见了，是你让我动手的。方宇，大家都看到你对月月动手了，我现在就把班主任叫过来，看看这次谁还保得住你。说完，徐小娜快步离开了教室。蒋月在班里的人际关系似乎不错，很快就有好几名女生围到她身边。方宇，你实在太过分了，连女孩子都打，你真以为没人治得了你吗？这次要是学校不处理你，我们就直接去找校长。月月，你别怕，我们会站在你这边的。你们让开！几名女生脸色一变，齐声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我让你们让开！”接触到方宇的眼神，几名女生都是内心一颤，赶紧散开。这人是个疯子，他们可不想跟蒋月一样挨巴掌。跟我去楼下高一级，给我妹妹道歉。蒋月捂着脸，尖声道：“道歉！现在是你要给我道歉。方宇，你给我等着，等班主任来了，我要让你后悔。你不去道歉，我现在就让你后悔。”方宇说着，一把抓住了蒋月的头发。你要干什么？方宇抓着她的头发，把她整个人提了起来。头顶上传来的剧痛让蒋月惨叫连连，她越是挣扎，头皮就越是疼痛。我问最后一次，道歉吗？看到方宇轻描淡写的表情，周围的人心中都升起一片寒意，就连唐小柔都觉得方宇现在的模样有点可怕。我道歉，我道歉，你放我下来。现在立即跟我下楼。蒋月摸着头皮看着方宇，心中满是怨恨，但她不想再吃苦头了，至少在班主任来之前，她必须得照着方宇的要求做。于是蒋月就跟着方宇下楼，班里有些好事之徒也跟着下楼，想看看方宇到底要蒋月做什么。方宇带着蒋月来到高一班，把于月月喊了出来。月月，昨晚就是他扇了你一巴掌，是吗？于月月看着眼神狠毒、神色狰狞的蒋月，怯怯地点了点头。他现在就给你道歉。纵使心中再不愿意，蒋月此时也没有其他办法。怎么想的？还没把班主任找来？快点！见此情况，没招的蒋月只能咬牙挤出3个字：对不起。没事了，方宇哥哥，你们回去吧。不行，没有诚意。蒋月怨愤至极，几乎忍不住想要破口大骂，但想到刚才的疼痛，她忍住了。待会班主任来了，方宇就要付出代价，现在只需要忍耐。对不起。还是不够诚意，你给他鞠一躬吧。你！蒋月怒瞪方宇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但看见方宇的眼神后，蒋月只能强忍心中的怨愤，深吸一口气，给于月月鞠了一躬。对不起。这就差不多了，月月回去早读吧。于月月点头，回去教室。方宇转身上楼，那群跟下来看热闹的男女生也是一哄而散。蒋月瞪着方宇的背影，恨得咬牙切齿。我长这么大还没被人这样胁迫过，简直是丢尽了颜面，我不会就这么散了。随即众人回到教室，这时班主任黄海已经来了，而蒋月的几位好闺蜜正围着黄海叽叽喳喳指证方宇。而黄海见到方宇进屋，立即厉声问道：方宇，你针对蒋月动手了？话音刚落，蒋月也进入了教室，几名好闺蜜见状立即围了上去。月月，你没事吧？蒋月捂着仍在火辣辣疼痛的脸颊，愤恨地看着方宇，走到黄海身前。老师，他刚才很用力地扇了我一巴掌，我的脸现在都还在疼，之后他又抓我头发，强迫我下楼跟别人道歉。道歉？他诬赖我欺负了一个高一的女生，但我根本没做过这种事，很多人都可以作证。方宇就是故意找茬，想让我出丑。方宇为什么要打人？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我根本没动过手。你……蒋月瞪着方宇，正想说话，但方宇却抢在他前面说道：不信，老师你让他把手拿开。方宇，你还想狡辩？我们这么多人都看到你动手了。就是你把我们当成瞎子，还是你以为自己能够只手遮天？老师，把他带去教务处吧，把他开除掉。黄海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蒋月。好，我就把手拿开，看你有什么好说的。然而等蒋月将手一开，周围发出一阵疑惑的声音，因为
蒋月脸上根本没有任何痕迹，妆容还很精致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周围的人都惊呆了。刚才他们明明亲眼看见方宇狠狠扇了蒋月一巴掌，按理说蒋月的脸颊就算不肿，也该有个巴掌印吧，但此时蒋月脸上却连一点痕迹都没有。这样一来，他们的指证就毫无意义了。蒋月见到周围人的反应，心头一震，他赶紧拿出手机，用前置摄像头查看脸颊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的脸颊明明很疼。老师，这种情况应该不用我多解释了吧？蒋月，你说方宇打你，可你脸上一丁点痕迹也看不到，这不符合常理。老师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脸上，但所有人都看到他打了我，你一定要惩罚他，否则他以后肯定会变本加厉的。可黄海看看方宇，又看看蒋月，冷哼一声：“你们两个好自为之。”说完，黄海就气呼呼地离开了教室。此时蒋月的脸颊还火辣辣的疼，心中很急了方宇，可他偏偏又拿方宇没办法。对付这群只活了10几年的小屁孩，根本连脑子都不用动。接着方宇走到蒋月身前，恶狠狠地盯着他。事情到此为止，希望你不要想着报复于月月，否则何东林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。接触到方宇冰冷的眼神，蒋月心头一颤，原本要破口而出的恶毒话语全部吞了回去。随即我回到自己的座位，校花同桌立即凑了上来。方宇，昨天我拿着你给我的药材回去，我爸很高兴，他说一定要感谢你，邀请你今晚去我们家吃饭，有空吗？见唐小柔小心翼翼地看着自己，我本就打算去唐家一趟，让唐明德帮我收集妖兽内丹，这下正好。好啊，我最喜欢蹭饭了。男人每天第一件事就是找人暴打校花，可校花却从不反抗，而男人做这一切只是为了不和校花谈恋爱。但令他没想到的是，校花却因此更加喜欢他了，还非要请他吃饭。晚上去我家吃饭，有空吗？见唐小柔小心翼翼地看着自己，偶尔吃顿软饭好像也不错。好啊，我最喜欢蹭饭了。半个小时后，方宇来到唐家，唐明德坐在大厅里，他的对面坐着一名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，两人似乎正在谈事情。中年男人的身后站着一名身着白色舞服的青年，这名青年引起了方宇的注意。他看起来只有25、26岁，却已是炼气期9层的修士，在凡人当中，这名青年绝对算是武道天才。唐明德见到方宇，立即站起身来。方神医，你来了。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好奇地打量着方宇，而站在他背后的青年在看到方宇的时候，神色微变。这不是杨小姐吩咐我解决掉的那个人吗？当即，青年就对中年男人耳语了一番。中年男人听完，看向方宇的眼神变得意味深长起来。哦，忘了介绍，这位是杨家的家主杨少荣，他今天来找我谈些事情。这位就是我刚才提起过的方神医方宇。哦，就是他呀，看起来很年轻。英雄出少年，我以前也不相信世间有方神医这种天才，但现在我信了。真有那么厉害？见杨少荣看着方宇，语气有点怪异。一旁的唐小柔拉了拉方宇，方宇，我们先上楼坐会儿吧，等我爸谈完事情再下来。可这时候，唐明德却呵斥道：“柔，见到你杨叔叔也不打声招呼。”唐小柔只好很不情愿地打了声招呼：“杨叔叔。”小柔，好久不见。老唐，你这女儿可是越长越漂亮了。以前我们可是口头定过亲的，现在应该还算数吧？哎，现在的年轻人在婚姻这方面哪还会遵从我们这些长辈的安排？我想明白了，也不强迫小柔，她自己喜欢怎样就怎样吧。哈哈，也是，我们不强迫，但可以撮合。以后我会让我家杨旭多跟你女儿交流的，说不定就擦出爱情的火花了。唐小柔有点听不下去了，开口道：“爸，我们先上楼坐一会儿，等你谈完事情，我们再下来。”好，你先带方神医上楼坐一会儿。不必，我也差不多要走了，还得回集团开会。杨总，那我就不留你吃饭了。呵呵，以后多的是机会。杨少荣说完，然后像想起什么似的，转头看向白衣青年，说道：“这是我名后辈，我带他出来看看世面。你跟方神医都算是青年才俊，应该多交流交流，去握个手吧。”白衣青年点了点头，走到方宇面前，伸出了手。“你好，我叫白战。”方宇伸出手，握住了白战的手，一股巨力袭来。“哦，要玩这个？我是方宇。”看到方宇脸上的笑容，白战心头一震，随即他感觉右手一阵剧痛。“怎么可能？”白战脸色微变，将全身力量集中到右手，但方宇的手就如同一块坚硬的钢铁一般，任凭白战怎么用力，都无法压其分毫。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面？与此同时，右手微微用力，白战脸色由白转青，额头上冒出一层冷汗。他还在咬牙死撑，否则当场就要痛喊出声。“哦，你就是昨天在我菜园旁边鬼鬼祟祟的那个人。”听到这句话，白战脸色大变。方宇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昨天明明藏得很隐秘，方宇也没有察觉到。不对，难道他当时已经察觉到了？白战额头上的汗水越来越密集，脸色也越来越难看。方宇手中的力量越来越大，再这么下去，白战整只右手的手骨都要被捏碎。此时，一旁的唐明德和杨少荣也看出了不对劲，白战的表情显然很痛苦。杨少荣脸色有点难看，正要开口，方宇却是松开了手，
拍了拍白战的肩膀。很高兴认识你。白战松了一口气，他的右手此时已近乎失去知觉了。呵呵，不错不错，日后你们交流的机会很多，下次见吧。杨少荣假笑2声，就往门外走去。白战深深地看了方宇一眼，跟着离开了。这两人离开后，唐明德看向方宇，方神医，之前认识他们？不认识。其实方宇已经基本猜出了对方的身份。杨少荣、杨小姐、白战。很显然，那位杨小姐跟杨少荣应该是亲戚关系，很可能是父女。白战昨天就是被杨小姐派去菜园调查我。杨少荣有儿女吗？他育有2子1女，分别叫什么名字？大儿子叫杨云，据说很有武道天赋，师从江南著名的古宗师。二女儿叫杨银竹，是一名商业奇才，年纪轻轻已经掌控了杨家大部分的产业，并且带领杨家飞速发展，一跃成为江南顶级家族之一。3个子女中最普通的是小儿子，就是刚才他提起的杨旭，跟你和小柔在同一所中学。看来当初那些杀手口中的杨小姐，应该就是杨银竹了。见方宇不说话，唐明德再次感慨道：杨少荣真是命好，他自己没什么本事，生的子女却是一个比一个妖孽。即便是最普通的杨旭，据说目前也是先天武断武者，武道天赋同样算很出色。哎，再看看我的子女。爸，有你这样嫌弃自家孩子的吗？见唐小柔气得脸蛋通红，唐明德无奈道：你看就会撒娇闹脾气。爸！唐小柔气得走上前，用小拳头捶唐明德的胸口。唐家主，我今天来是想请你帮个忙。方神医，尽管开口，我们唐家必然倾力相助。于是方宇就把收集妖兽内丹的事情说了出来，唐明德则是一口答应下来。没问题，我会派人帮你在全华夏范围内寻找内丹，并且买回来。回去的路上，杨少荣坐在车内，看着白战被捏成紫红色的右手，杨少荣沉声问道：这个方宇实力很强吗？这个人很诡异，他身上的气息显示他最多只有先天武断的实力，但他的力气却出乎意料的大。那你有把握解决他们？白战迟疑了一会儿，点了点头。武道光凭力气是没用的，他应该没有学习过正统的武道，而且我的境界远高于他，在实战上我应该可以轻松将他拿下。可是唐家主似乎很看重他，我们对他动手会不会引起唐家的？唐明德是个聪明人，我不信他会为了这么个小人物跟我们杨家翻脸。而且方宇破坏我们计划在先，我们对付他情有可原。他把季如梅救了，就是我们杨家的死敌，并且殷主也下了死命令，必须把他除掉。